Hello，我是丁丁，好久没有更新后视影片了。我上一次更新是在1个月前吧，那时都没有什么人要看，所以我就开了意见调查。哇，87%的人都不想看诶，因为他们觉得后视很恐怖。你们觉得恐怖吗？我不觉得诶，我觉得后视很好看啊。对。不过还是有很多朋友要求我更新后视第2集，所以我就更新啦。只要有粉丝喜欢看，丁丁就做影片。只要你们继续支持我，好不好？好，就点赞订阅啊。By the way， 原作者也有在我后视第1集的影片下方留言哦，真的是超级感动的。谢谢你做出这么好的影片来给我们大家观赏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原片和订阅他的频道哦，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好，今天我要说的后视第2集呢，其实作者把它分为上下2集，不过我会把它压缩成一个视频来解说，因为他们的地点都是泳池房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。随着上一集视角男主被 Level Zero 的尸体推下洞里，他也到了后视里一个新的领域，这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后视第37层泳池房。视角男主缓缓地站起身，此时的录像机也显示了复原中，接着镜头就直接跳到了另外一个画面。可能刚才视角男主落水导致的录像机有一些片段损坏了，而且画面还有一些干扰。男主顺着了扶梯爬上了一个台阶，随后就来到了泳池房里的另外一个区域。相对于第1集的 Level Zero， 泳池房在第2集中呈现出了一个更加宽敞壮观的空间，仿佛进入了一个宏大的世界。这里水的滴答声在广阔的空间中回荡，令屏幕前的我们感受到自己微不足道的渺小和无助。周围的环境更加恢宏，让人不禁感到惊叹。高大的墙壁、暗蓝色的色调和空无一人的场景，所有这些元素汇聚在一起，营造出神秘又令人感到压抑的场景。视角男主继续往泳池房的深处走去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大厅中回荡。过了不久，他就见到了池水，但是与其说它是泳池里的水，然而它看起来并不像一般泳池里的水，相反，它更像是被时间遗忘、已经发霉的污水。这池水的颜色是深黑色，我们无法一眼辨认是因为水太深，还是因为池水的污浊。在这黑暗的深渊中，男主隐隐地感到了不安，无法确定是因为水的深度让他感觉到恐惧，还是池水本身的肮脏和不洁。就在这时，第2个尸体出现了，不过它只出现了1秒钟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。男主还很作死地喊 Hello。 我想说，你能不能改掉你一直喊 Hello 的臭毛病啊？那东西一看就知道不是人类，你还那么热情地和他打招呼。在 Level Zero 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不是主角，你出场5分钟估计就领便当了。 Surprise！ 男主向实体打招呼后，实体也回应了他，不过那个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，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。男主往后退了一步，感觉他有点被吓到了。他接着往前走，可以见到远处的墙壁上写着一行字，放大来看写着 Stay away from， 下面2个字看不清楚，不过这行字也是一个警告，他警告男主要远离什么东西。这行字我迟一些会揭晓。这里的空间看起来更庞大，录像机的屏幕也一直不断闪烁，不知道这是录像机落水后的损坏现象，还是泳池房里的磁场导致了画面闪烁。男主爬上了一个楼梯，来到了泳池房里的另外一个区域。这个区域的设计让我感觉有点要窒息。地上布满了只有小桌子大小的游泳池，巨大的圆柱子像是一条条巨蟒在男主的头上穿梭。最离奇的是，这个围绕着圆柱的楼梯，楼梯的表面看起来非常的湿滑，但是竟然没有扶手，而男主还很悠闲地爬了上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我都屏住了呼吸，生怕男主会一不小心滑了下去。楼梯很高，男主爬到顶端时，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他又下意识地喊了 Hello。 他四处查看，发现根本没人，难道听错了？男主继续往前走，他现在身处泳池房的高处，这里有更好的视角，可以看到整个泳池房。这个视角观看的泳池房显得更为神秘和壮观。突然，男主又听到了一个声音，仔细听的话，似乎是在说 What is this place？ 相信这时的男主也已经起了鸡皮疙瘩。在这偌大的泳池房里，除了他自己，难道还有别的人类？如果有的话，为什么见不到他们呢？男主也不敢在上面多待了，镜头一转，
男主已经下来了。他继续往更深处走去，远处没有灯光，像是无尽的深渊。这里也能看到刚才墙上的那行字，不过还未能看清楚，镜头就转走了。泳池里的水依然深不见底。不久后，男主就发现了前面有一段上去的路。男主随后就沿着这条路走了上去，到了上面才发现这里不完全是平地，有很多深不见底的洞。如果一不小心跌了下去，那么一辈子就可能出不来了。男主小心地走着，不过越是往前，前方就变得越黑暗。稍微调整了录像机的 ISO 后，画面也恢复了明亮。过了不久，他看到前方有一段字，男主朝着那行字走去，写着 He didn't make it, neither will I。 翻译过来就是他没能成功，我也一样。下方还有一个诡异的图案，这应该是第二个实体的画像。还记得第一集在墙上写字的那个人吗？那时我说 Level Zero 至少还有另外2个人的存在，而这行字也证明了他们的存在。不过字面上来看，其中一个已经遇难了，可能是被泳池房里的尸体给杀了，而另外一个生死未卜。但是作者给出的说法是 Level Zero 的那2个人在泳池房里相遇，然后其中一个人不小心跌入了洞里，所以还活着的那个人才写下了这行字。视频的最后，男主似乎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他四处寻找，然后可能看到了尸体。男主太过紧张，把录像机摔到了地上，所以一小部分的片段已经无法复原。如果你觉得上部有点沉闷，那么你一定要看下部，因为下部有很多精彩片段，有些甚至会让人紧张到窒息。和第一集一样，录像机的屏幕显示的时间和日期都在毫无规律的乱跳，时间的概念在泳池房还是一样无法运行。录像机也显示了复原中，男主似乎逃过了尸体的追击，现在他又逃到了泳池房的另外一个区域。他继续往前走，泳池房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迷宫。走着走着，他又好像回到了之前的那一个地方。还记得上部男主看到墙壁的尽头有一行字吗？没错，他又回到了那个地方。这行字在这里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，Stay away from the wires， 请远离线条。写下这行字的人是谁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过后接着看。男主环看四周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。这个画面也证实了池水并不深，因为池水只淹没了男主的半个身子，但这也代表了池水非常的污浊。男主继续往深处走去，接着他来到了泳池房里从未来过的区域，墙壁很陡峭，男主随着墙壁滑到了池水里。这里的场景开始变得诡异起来，对面的墙上可以见到有很多小窗口，这有点类似后世第188层的玉县酒店，但是这里所有的窗口都是关闭的，只有一个窗口能通往另外一个区域。这个窗口很高，但是镜头一转，男主就进入了窗口。我也不清楚男主是怎么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顺利的爬了上去，这或许和 Part 5会出现的诡异小女孩有关。哎呀，爆雷了！此时的男主已经开始变得多疑，他会时不时往回头查看，生怕那个尸体会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男主走出窗口后，又来到了更深处的区域。这里的墙壁是米白色的，相对于之前的暗蓝色，这里显得更为格格不入。远处的天花板上有一盏明亮的大灯，但是它却无法照亮它下面的空间。黑暗笼罩着前方，男主却毫无畏惧地朝着黑暗走去。到了尽头，墙上扭曲地写着一行字 ：Time is broken， 时间已经坏掉了，对应了刚才屏幕的时间毫无规律的乱跳。不过写下这行字的人又是谁呢？男主离开了这里，进入了泳池房更诡异的地方。这里漆黑一片，只能借助外面的灯光才能勉强的看得到路。天花板上的灯也无法照亮里面的空间，里面还有很多条柱子，每一条柱子的后面都有不一样的分岔路。男主似乎失去了目标，在里面乱转。过了不久，男主似乎又听到了那阵熟悉又恐怖的声音。往回头一看，那个尸体已经发现了男主，正朝着他追了过来。男主吓得一直往前跑，身后的声音越来越近。不过男主还很作死的一直往回头看。哎，别看了，他就在你身后。
跑了一段时间，男主终于逃了出来。这里可以听到他砰砰的心跳声。男主很幸运地逃过了一劫，他继续往更深处走去。此时的他也来到了泳池房里新的区域。走着走着，墙上画着一个箭头，男主跟着箭头走，拐角处对面的墙上写着 Find the gap， 寻找那个小洞口，旁边还画了那个小洞的图案。很明显，画箭头和写这些字的人都像是在给男主指路。他到底是谁呢？男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好跟着箭头往前走。现在的他疑心病也越来越重，没走几步就转头看看那个怪物有没有出现在他身后。走到尽头，地上也有一个箭头，示意着男主进入里面。里面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空间，无数条的巨型柱子高耸地竖立着。身处这样的场景，顿时让男主感到非常的渺小和无助。走了约一段路后，他突然发现地上有一个字。走近一看，才发现这个字写着“救我”。这个字迹还拉得很长。男主转过身，发现里面全都是橙红色的线条。此时，他也想起之前那个警告，远离线条。不过已经太迟了，尸体已经来到了男主的面前。男主吓得疯狂的逃跑，跑了好久好久，他也终于找到了墙上说的那个小洞口。男主也没有多想，直接钻了进去。此时的他心跳声还很大。钻过小洞后，前方是个非常陡峭的斜坡。男主环看四周，确认了这个斜坡也就是唯一的出路。他滑了下去，滑到了地面后，顺着前方走，男主看见了一扇门。不过他这时又听见了那熟悉的声音，转过头，那个尸体不知道什么时候漂浮在了男主的后方。我的妈呀，你就那么阴魂不散吗？对，男主不顾一切地往前跑，冲出了大门。在尸体到达前的那一刻，男主关上了大门。关门后，男主还作死地把门打开，可是门后已经变成了一道墙，上面写着 "You are not free yet, there is no escape." Yet 这个字也被删掉了，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能解脱，也无法逃脱。此时的男主也来到了后世全新的领域，第931层植物走廊。后世第2集的片段就到这里。看了这一集，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些疑问。那2个从 Level 0来到泳池房的人，如果一个真的跌入了洞里，那么另一个人去了哪里呢？还有墙上的那些字，是不是也是那2个人写的？我本身的推理是，有2行字是他们其中一个写的，就是这2行。第一个就是他目睹了另外一个人跌入洞里，他也认为自己不可能活着出去，所以写下了这行字。接着他遇到了线条，可能像男主一样，实体直接出现在他面前，可是他来不及逃跑，在自己被线条吞噬前，留下了救我这个字。我们再来看看警告字，远离线条。从男主读了这行字到他发现线条，他已经走了非常非常远的一段路，其中一段还必须从墙上滑下来。正常人根本不可能发现的线条，再逃回原处写下这段字，而且这段字的字迹很高很大，这个人没有一个3-5米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字迹。然后就是指引男主去小洞口的字迹。这里有一个疑问是，这一个人他是怎么知道走出小洞口就能找到出口呢？他如果已经找到了出口，还会那么费力地爬上斜坡，跑回那么远的地方写下这行字，还画了那么多箭头？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写下这行字的根本不是人类，而是另外一个生物，似乎是要指引男主完成某项任务。在男主逃出泳池房，出现在门后的那行字也非常的耐人寻味，似乎这行字是2个不同的人写的。我的猜测是，第一个人写了 "You are not free yet"， 代表你现在还不能解脱，说明男主还有任务要完成。而第二个人把 "yet" 删掉了，再加上 "There is no escape"， 这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代表你不能解脱，
也无法逃脱。这样看来，这个后世宇宙应该有2股势力，一股势力是要帮助男主的，而另外一股势力是要杀死男主的。后世里的实体，我有一个更加细思极恐的推理，他们或许并不是要伤害男主，而是要指引男主通关。Level Zero 的那个实体，他并没有杀死男主，而只是把他推下了洞穴。泳池房里的实体，他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死男主，不过男主每次都侥幸逃脱。最明显的就是男主看到了线条后，那个实体很快的出现在他面前。他这种速度扑到男主面前，就算男主是无双战神，也都被他抓住了。可是男主竟然还能逃得出来，这里我看来他是想阻止男主靠近线条，所以就突然出现吓了男主，接着也不停的出现在男主身后，直到男主离开了泳池房。至于这些实体的真正动机和目的是什么，到目前作者也没有给出任何答复，这或许在后续作品中也会慢慢的揭晓。而在视频的最后，现在男主所在的地方，也是后世宇宙里面其中一个景色最漂亮的一层，第931层植物走廊。大家还想看第3集吗？想看的话，记得点赞和留言，我想看哦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部视频见，拜。